过2天是7月15，我们要去道观里拜拜。我老公说让我去买点大白馒头，要那种开花的。我说那我自己做点吧。然后这2天我就潜心钻研怎么做出开花馒头。说真的，开花馒头我觉得真挺难的。现在我用这个方法是可以做到个个白胖开花，但是开出来的花我觉得还不是很漂亮。我先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，后续找到更好的开出漂亮花的方法再来分享。有做得好的师傅愿意指教，欢迎给留个言，大家一起探讨。我先做个纯素的，等会儿后边还有在家吃的奶香大馒头的配方。先按这个配方把所有材料放在一起，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揉完就是这样的，然后给它盖好，在室温下发酵。开花馒头必须得做2次发酵的才行，用1次发酵法开不出来，我试过了。刚开始想偷个懒，加了点泡打粉，1次发酵，想说它能膨发的大一些，可能就开花了。结果它真的膨发的挺大的，可就是没开花，还是得老老实实的做2次发酵的才行。发酵还必须得给它发充分了，一定要发到它里边充满了丰富的蜂窝，体积是原来的2.5到3倍大，然后把它撕成小块，然后放到冰箱里去冷冻10分钟，因为它现在面温太高了，不太能揉光滑。在一个小碗中加入水和小苏打，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，一定要搅拌到碗里看不到小苏打了。然后再倒在面缸里，给它重新揉光滑，这样揉能更容易把小苏打揉均匀。尝试过2次，直接加小苏打揉总是揉不均匀，蒸出来的馒头上面老有这个黄斑点。后来就想到这个方法了，把面再次揉光滑，然后给它分成小份儿，按你想做的馒头大小来分。我要做大一点，所以我给它平均分成了4份。先用手的掌根处给它收圆，这个原则就是把最外圈不规则的边都给它折到中间来，这样就能保证它是一个光滑的圆形了。可以再看一遍，揉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太用力。然后松弛5分钟，然后再把它稍微拍扁一点，就这样对折再对折，然后再把它收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把它整得高一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直接放在笼屉上，不用2次醒发，直接上锅蒸。我是冷水下锅的，用蒸锅蒸的话，应该是冷水下锅，水开以后蒸15分钟左右吧，应该是这样。我是用蒸箱蒸的，我这个蒸箱不太给力，得用最大火蒸20分钟。不过这个方法不是很稳定，跟揉面状态和发酵状态有很大关系。后来我又尝试了另外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我是试了好几次，每次都能开花，蒸出来的馒头也白胖、蓬松暄软，组织也挺绵密的。再做个在家吃的奶香大馒头，还是把这些材料都放在一起，给它揉光滑。这回我用厨师机揉了，我用的是乔力的厨师机，同款的话可以参考一下，5档直接揉10分钟就行了。然后盖好发酵，也是给它充分的发到里边都是蜂窝的状态就可以了。这个方法发酵的话，如果发太过了，我感觉就不会太影响，因为我还要再加酵母再揉。我就用做面包的中种法来做这个馒头，再加一部分材料去揉面。这样做，一个是可以解决小苏打揉不均匀的情况，还一个就是不会影响2发酵母的活力。然后还是水加小苏打给它充分的拌匀，然后再把之前发好的面给它撕成小块，一定要撕成小块，如果不撕成小块的话，用机器揉也会揉不均匀，我也试过了。再倒上这个苏打水，放上酵母和面粉，然后再用机器5档揉10分钟。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面温也不能太高，面温如果太高的话，揉出来的面也不光滑，这我也亲身试验过了。
就是我总结了一下，只要是做发面的东西，不管是馒头还是面包，都要控制面温。后边的步骤就都一样了，机器揉完以后，再给它轻轻的揉几下，给它揉光，然后再平均分成4份。我感觉用机器揉的比我用手揉的好多了，这面倍儿光。然后还是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整形。然后蒸熟就好了。这个方法我试了得有5、6次，每一次都能蒸出开花馒头来，就是这个花开的还不标准，我觉得跟整形手法是有很大关系的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用这个方法试试看，然后来反馈一下有没有成功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